如果你是功夫片爱好者，李连杰的《精武英雄》尽量别错过。作为全球公认的功夫片教科书，国内近13万人打出8.6的高分，国外专业影评网站更是评分满分。密宗拳、空手道、泰拳、拳击融合中西方搏击技法。这部上映于1994年的电影究竟好在哪里？下面请跟着学徒的解说细细品味。时在日本留学的陈真正全神贯注地听讲，他对开小差的日本女友充耳不闻，却不料安静的课堂被一群黑龙会成员的闯入打乱。黑龙会乃是日本军国主义走狗，策动侵占中国，取黑龙江的黑龙二字为名。这群黑龙会成员足有10几人，仗着人多嚣张蛮横。陈真女友主动上前与其理论，却不料头目竟要动手。就在这时，陈真闪身护在女友身前。聞け！お前らが誰だろうと3つ数えるうちに出ていけ！ 1、2、3。陈真一记被拳击出，头目还没反应过来就已不省人事。一名成员面目狰狞挥拳上前，而陈真却镇定自若，在其右手拳快至面门的仪上，以右手擒住其拳头，左手擒住其小臂肘关节处，再顺势内弯后立刻反向折其肘关节，随后再立刻反向折其肩关节，对手右臂顿时被粉。陈真所使手法为中国武术技法中的擒拿手，又称为分筋错骨手。早在明朝时期就已盛行，是一种以巧治关节为手段，运用杠杆原理，采用反关节动作使对手产生剧痛，从而将其制服的徒手技法。紧接着，一人持木剑上前劈砍，陈真双掌齐出，连削带打。在化解攻击的同时，左手刀立刻挥出重击其头部，又有一人一拳挥出。陈真采用相同的擒拿手法，反向卸掉其肩关节，在对手痛呼之际，顺势下拧将其摔翻在地，一人飞起一腿。陈真一脚踢中其右腿膝关节处，随后一个垫步其右腿，一记下劈反向砸其膝关节，对手右腿顿时被粉。在出掌将其击飞的同时，出右脚将桌子踢偏，来者失去平衡扑空倒地。这是1对多的典型打法。陈真并不主动出击，而是等对手出招，瞅准时机以擒拿手法重击关节要害，使其迅速失去战斗力。此处陈真手下留情，只是造成对手关节脱臼，但并未将其重伤。余下众人并不死心，但显然不是对手，均被陈真以相同手法制服。这里有一处细节，一名成员在被击飞后并未破窗飞出，而是被弹了回去，这就是真实。学徒甚至能隔着屏幕感受到那名武行的痛，因为在武打片中，木质道具往往经过提前切割处理，而玻璃道具多为糖类物质制作而成的糖玻璃。这本是一次拍摄失误，但却造就了后来的经典。黑龙会总教头传阅文夫闻声感慨，但未曾想战斗早已结束，而受伤的竟是自己的徒弟。他并非徒弟那般蛮横，而是彬彬有礼，称赞陈真功夫了得。あれ、ミツコどうしてこんなとこにいるんだよ。おじさま、私の万年筆、この人たちに壊されちゃったのよ。弁償してくださいね。传阅文夫极为尴尬，作为出名的穷光蛋，他只能寻求徒弟的帮忙。それにしてもなんだね、本当にあんたお父さんに似てわがままなんだから、そんなんじゃ誰とも結婚なんかできないよ。大丈夫、私にはちゃんちゃんがいるもん。何曾想电影的此处一语成机，山田光子的扮演者中山忍至今未假，可叹岁月如刀，中山忍已不复当年的元气与芳华。在得知陈真的身份后，传阅文夫露出一抹痛苦之色。原来他得到消息，陈真的师傅霍元甲已被一名黑龙会成员出手打死。陈真万分悲痛，即刻放弃学业，启程回国。时值民国3年，日本正借着向德国宣战之名出兵占领青岛。ちゃんちゃん、帰ってくるわよね。或者到佢哋離開中國，翻嚟日本嘅時候，我會翻嚟揾你。ちゃんちゃん、日本人を恨んでいるの？光子，生長喺呢個年代，我哋冇得選擇，你保重。在家国大義與愛情面前，陳真選擇了前者。光子眼眶濕潤，分別或成永別。陳真趕回上海灘時，因為穿着時髦，竟被車夫認成了日本人。學功夫唔好去精武門啊！喺上海個個都知道，精武門以前就第一，而家就咁噶啦。昔年的金門第一竟淪落至此，陳真急切地趕回師門，但首先映入眼簾的卻是一家小武館上門踢館。